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9年7月10号，陈雪香的天塌了。这天中午11点，一夜未归的女儿肖倩倩回家，向陈雪香哭诉道，自己于前一夜被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强奸了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陈雪香晕倒在地。时年39岁的陈雪香是地道的广州人，初中毕业后，她应聘到珠海区一家酒家做服务员。不久，她和一名男孩相恋，随即怀孕了。1991年，陈雪香便生下了女儿肖倩倩。2001年冬，肖倩倩已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学生。在一次争吵后，爸爸留了一封信，说再也不会回来。那一年，陈雪香30岁。自此，陈雪香没有时间再去流泪，她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上班，她要兼职，要赚钱。女儿失去了父亲，身为母亲要给予双倍的爱，包括丰厚的别的孩子都能得到的物质。她还要呵护女儿的心灵，那敏感的小小的稍稍粗鲁碰触就可能会受伤的心灵。女儿的同学有人穿名牌，她会在下个月用午餐省下的钱给女儿买一身。女儿的同学上培训班，她一样也不落下。这份卑微的爱何其艰难呢？陈雪香常年做2份工，每天只能休息5-6个小时，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，自己吃穿用都是最差的。可陈雪香看着女儿的笑，她就笑得很幸福。我的女儿和很多广州孩子相比，样样都不差。2004年，肖倩倩考入广州市26中，她深知妈妈的不容易，学习也很努力，无奈成绩不太理想。初2下学期成绩下滑得厉害，陈雪香为女儿着急。这年寒假，她又多打了1份工，给女儿请了家教。可惜欲速则不达，初2的孩子正是最叛逆的年纪。2005年暑假那天，肖倩倩对妈妈说要和同学一起去玩，晚回来半个小时。陈雪香规定女儿晚上9点必须回家。看到女儿眼里的神采，陈雪香知道女儿又要和那个男孩约会。盛怒之下，陈雪香将女儿打了一顿。凌晨1点，女儿发烧说胡话，陈雪香急了。当时正在下雨，他们租住在珠海区宝港新村一处民房里，8楼没有电梯。陈雪香背起女儿往楼下冲，女儿比自己还重，她下到4楼就已经是大汗淋漓，但依旧咬牙坚持着。大雨中路上泥泞，陈雪香艰难前行。肖倩倩醒了，发现自己伏在妈妈背上，被雨衣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妈妈却浑身湿透了。肖倩倩挣扎要下来，陈雪香不让，一个趔趄，母女俩摔倒在地。陈雪香把女儿一把搂住，哭了起来。摔跤美，妈妈不该打你，你有个3长2短，妈妈可怎么办呢？雨中，妈妈的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，那样悲怆无奈。肖倩倩放声大哭，瞬间她懂了，自己是妈妈的全部，她应该做个好女儿。肖倩倩主动斩断了那段懵懂的爱，开始安心学习，成绩飞快上升。2007年6月，肖倩倩马上要初中毕业。这是陈香雪在吃饭时突然休克，被查出患有心脏病，不能过于劳累。肖倩倩原本可以考上高中，
但懂事的他一心想早点赚钱养家，不再让妈妈受累。他报考了广州商贸职业学院会计班。陈雪香又心酸又欣慰，鉴于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他接受了这份孝心。此后，肖倩倩一边安心上课，一边兼职打工帮妈妈养家。能够每天和女儿一起做饭看电视，成了母女俩最幸福的时光。2009年5月，陈雪香弟弟的儿子出生，由于他和妻子工作繁忙，便拜托陈雪香帮自己照看孩子。肖倩倩放学以后也会到舅舅家帮妈妈。2009年7月9号下午，陈雪香姐姐家的女儿梦梦喊肖倩倩出去玩，没想到竟酿成被人强奸的惨剧。在女儿悲切的呼唤中，陈雪香醒了过来，看着女儿惨白的脸，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听女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1天前的中午，肖倩倩和妈妈在舅舅家照顾表弟，表妹梦梦不停地打电话约着出去玩。梦梦比肖倩倩小1个月，她1年前辍学，天天疯玩。陈雪香怕女儿受影响，不想让两人在一起玩。这天，陈雪香依旧阻拦女儿，但梦梦一直不停地打电话相邀。晚上10点，梦梦再次打电话给肖倩倩说：“我就在舅舅家门外，你出来我们聊一会儿。”肖倩倩不忍拒绝，尽管妈妈一再阻拦说：“这么晚了，别出去了，小心遇到坏人。”但她还是走出了家门。舅舅家在荔湾区龙津东路。肖倩倩走到路边，一辆小车在路边停着。梦梦在后座上招呼肖倩倩上车。灯光下，肖倩倩看到2个男人在后座坐着，驾驶座位上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。她想到了妈妈的话，迟疑了一会儿，对表妹说：“我还要跟妈妈回家，不能走远了。你找我聊什么事儿？我们就在这里说说吧。”梦梦热情地指着后座上一个看上去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说：“这是我男朋友，另外2个大哥是他的朋友。”梦梦的话让肖倩倩多少放松了一些警惕。这时，梦梦再次邀请他上车。想到这几个人都是梦梦的朋友，肖倩倩犹豫了一下，坐在了车里唯一的空位——副驾驶座上。开车的男人，梦梦叫了熊哥。路上，肖倩倩始终没有说话。梦梦和几个男人商量去哪里玩，他们决定上9路的哥哥 KTV 唱歌。肖倩倩再度紧张了。下车后，她对梦梦说：“你们去玩吧，我坐车回家。”梦梦和等候在歌厅门口的3个女孩打招呼，并劝肖倩倩说：“你进去坐一会儿，等下想走就走。”见女孩这么多，肖倩倩悬着的心多少放松了一些。她迟疑了一会儿，在表妹的劝说下进去了。一伙人刚在一间包厢里坐下，又走进了4个男人。肖倩倩又紧张了，想起自己出门已近1个小时，怕妈妈担心，便想给她打个电话，却发现手机没电了，这让她更坐不住了。就在她起身要走时，服务生送来10瓶啤酒，熊哥吩咐打开。熊哥那张带了几分狰狞的脸让肖倩倩心里一紧，没想到熊哥马上让梦梦和肖倩倩分开坐，并拎着1瓶啤酒倒出1杯，递到肖倩倩面前说：“喝不喝？喝了就可以回家了。”为了能早一点回家，他接过杯子咬牙喝了下去。没想到另外几个男人见他把酒喝下去了，跟着起哄要跟他喝。肖倩倩急了，让表妹帮自己解围，可表妹在房间的另一角，她站了起来，又被摁回了沙发。她想起妈妈教过自己，
遇到紧急情况的脱身之策，便借口上厕所走了出来。没想到肖倩倩走到走廊里，一个女孩就跟了出来，她连忙拐进了厕所，可那个女孩也跟进来，站在门口盯着她。肖倩倩意识到真的遇到危险了，她想找人求助，可厕所里别无他人。磨蹭了很大一会儿，在女孩的催促下返回了包房。此后几个男人掷骰子，用车轮战术频频向肖倩倩灌酒。她几次向表妹求助，但表妹在远处有男友陪着，根本没看到她的恐惧。终于在一群人起身跳舞时，她跑出了包间。无奈其中一个男人在走廊另一头打电话，她只得再次躲进了厕所。肖倩倩再次想到妈妈教给自己的办法，悄悄躲在其中一个格子间里。大约半个小时，厕所里一直没断人。肖倩倩不确定外面的人是谁，没敢出来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她听到梦梦在呼唤：“倩倩，你在里面吗？”肖倩倩担心厕所外面有人跟着表妹，屏住呼吸，一声也不敢吭。又过了好大一会儿，表妹的声音再度响起来：“倩倩，快出来吧，你在里面吗？”肖倩倩以为只有表妹一个人，回应了一句：“我在这里。”话音刚落，肖倩倩突然听到一阵急速的脚步声，随即咣当一声，她面前的挡板被踢掉。接着她感觉自己像只小鸡一样被人拎了出来，她彻底懵了。恍惚中，她只看到了熊哥的狰狞和跟随其后同样惊慌的表妹。再次被掠进包房后，肖倩倩彻底被看管起来。她不知道喝了多少酒，脑袋又痛又晕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感觉到表妹扯着自己在走路，便直着嗓子叫嚷着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”她听到表妹在安抚自己：“走，我带你回家。”她心里的弦一松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肖倩倩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房间的床上，熊哥正在一旁。见他醒了过来，熊哥的身体压了上来，肖倩倩拼命挣扎着，喊叫着。熊哥见状，狠狠地扇他耳光。肖倩倩疼得脑袋嗡嗡响，依旧用妈妈教的一些防身技巧拼命抵抗着。直到半个小时以后，他被打得再也没有反抗的力气，最终被熊哥强行奸污。肖倩倩痛不欲生。此时天色已经拂晓，肖倩倩哀求熊哥放自己回家，但熊哥却强迫她躺在床上，用两只胳膊紧紧箍住她，禁住了睡眠。但肖倩倩一动，熊哥就醒。情急之下，他决定装作向对方妥协，挣脱魔掌。中午1点，熊哥醒了过来。当他再度询问肖倩倩以后是否肯和自己在一起时，肖倩倩点了头。熊哥这才满意了。随后他结了账，并带肖倩倩走出了酒店。肖倩倩回头牢牢记住了宾馆的名字。听女儿讲完了事情经过，陈雪香从强烈的震惊和痛苦中冷静下来，决定报警。这时肖倩倩接到了熊哥的电话，他的态度暧昧而嚣张：“晚上出来陪我。”陈雪香怒不可遏，但是强迫自己态度平和地教女儿回答熊哥说：“今天不行，你不要再打电话，我改日约你。”把熊哥稳住后，他马上和弟弟陈建雄带肖倩倩打车去确认了宾馆的名称。下午4点，来到宾馆所在辖区派出所永平街派出所报案。当警察到宾馆调出监控录像时，
却发现其余录像保存完好，肖倩倩被带进宾馆前后的录像却丢失了。警方查看所开房间，身份证照片显示并不是熊哥。被侵害现场被服务员打扫了，床单也清洗完毕。似乎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女儿。一家人把希望寄托在梦梦身上，不停地拨打她的电话，直到晚上9点依旧没有打通。这时熊哥不停地打电话过来，陈雪香只得让女儿接熊哥的电话，骗他说：“我有事去番禺了，回去联系你。”熊哥依旧不依不饶。这个恶棍一天不被抓，女儿的噩梦一天不能结束。陈雪香急火攻心，觉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。晚上10点，在网上等候半个小时以后，肖倩倩终于等到了梦梦。随即梦梦被妈妈带到陈建雄家。梦梦一看见肖倩倩就哭了起来。据她说，当晚她和肖倩倩同时被带到了宾馆，熊哥把肖倩倩带到了一个房间，并让人把梦梦看管了起来。第二天她又被带到了别处，一直到晚上9点才被送回了家。她的手机在 KTV 玩时弄丢了，所以一直联系不上。外甥女的哭诉让陈雪香仿佛亲眼目睹了女儿那一夜的遭遇，她心如刀绞，但也萌生了希望，只要外甥女作证，坏人就可以伏法。谁知当陈雪香要求梦梦跟自己去派出所时，她却死活不肯。熊哥会打死我的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一家人无论怎么劝说，无论是舅舅的威逼还是妈妈的打骂，梦梦却坚持矢口否认自己此前说的话，一再说都是瞎说的。一家人折腾到凌晨2点，梦梦仍旧紧咬牙关。陈雪香的情绪越来越急躁，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看着妈妈的脸色和情绪都不对，肖倩倩哭着抱住了她：“妈，你快休息一下，明天再说。”陈雪香更加心急如焚：“我哪里有时间睡觉？现在要想办法让那个坏人再也不能见到你。”一夜未眠。早上5点，陈雪香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女儿假装赴熊哥的约，自己和弟弟带人把熊哥抓到公安局，这样既能避免他再威逼女儿，又能查明他的犯罪真相。2009年7月11号下午3点30分，肖倩倩等候在龙津东路书报亭附近。5分钟以后，熊哥开车停在他身边。不远处的陈香雪和弟弟带着4个人冲过来，想抓住熊哥。熊哥见势头不对，驾车就逃，撞到了前面的公交车上。熊哥又弃车逃跑。陈雪香急了，大声喊叫：“抓强奸犯！那个人强奸了我的女儿！”也许是陈雪香悲切的呼唤让路人动容，人们一哄而上，将熊哥堵在了路边。陈雪香冲上去扇了他2个耳光：“就是这个人，他毁了我的女儿！”他弟弟陈建雄狠狠踹了熊哥几脚，拿出绳索捆绑他。谁知熊哥力气很大，几次挣脱，周围的人被激怒，有人从一旁装修的工地上抄起棍子朝他打去，有人对他拳打脚踢。几分钟以后，陈雪香发现熊哥一动不动，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救护车赶到后，确定熊哥已经死亡。得知熊哥被打死，陈雪香和弟弟以及几个帮忙的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，随即被正式羁押。2010年12月28号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
判决陈雪香有期徒刑5年，和另外几个参与殴打的人共同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近50万元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